人的年岁增长，是天主祝福的标志，而不是等着凋零的季节。当我们白发苍苍，天主还是继续给我们更多的生命，并使我们不致被邪恶所击倒，使我们带着生命力继续去爱身边的人。只要我们相信他，就会有更多的力量去赞美他。长者的祈祷可以守护世界，而且可能比许多狂热的活动还更有效力。这意味着每个生命季节都有不同的使命，不因为年老就无所事事，而是等待天主新的使命临在长者身上。喜年的朝圣也为长辈设立一个朝圣的里程碑，便是邀请我们身体力行，突破年纪的限制。哪怕是一个心中默默的祈祷，也是具体的行动。7月的朝圣主题是长者，邀请大家来圣嘉明朝圣地，回应天主对长者的召唤。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灵义会的吕若瑟神父，来到台湾已经60年，就是民国54年来，是在114年，刚刚60年。那今年刚好是前任的教宗梵蒂冈宣布为希望的圣年，充满希望的圣年，希望的朝圣者。所以每一个月在台北教区有一个特别的为庆祝圣年的一个活动。那刚好7月份，就是在我们7月5号，在我们圣嘉明朝圣地有这个月的份，就是7月份的这个圣年的活动。那这一次的主题是为长者、为老人特别祈祷。那实在有会说，为什么我很喜欢跟老人在一起啊？有几个理由。第一个是因为我是乡下人，所以无论是在意大利的乡下，或者在台湾的乡下，就留下老人。因为年轻人，我是为了读书，我是为了工作，到大都市去，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在这个乡下就留下些老人。我想有一些人也是很独居老人，没有人关心他们，在澎湖更有机会体验到这种情形，是老人很独居老人在家里需要人常常照顾关心他们，培养他们，所以那个时候常常去拜访这个阿公阿嬷，也就是小孙子，跟他们坐在一起跟他们聊，也是表示我很重视、很看重这些老人，特别是独居老人，有的小孩子都不在，就剩下他们跟这个孙子在一起，所以觉得这个老人对我们的牧灵工作
也是非常枯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如果回到我刚刚来台湾的那个时候，没有安老院，那个社会就是在中天的社会，那老的、大的、老的、小的、中的都在同一个家。后来小孩子觉得，如果爸爸送到安老院，好像不孝顺，所以都是留在自己的家。所以我们的院长可能也知道，他的阿公、他的阿妈都是天主教的教友，那全部他的跟后来孙子下来孙子，全部都是在一起，很大的房子，很大的家，所以跟我的意大利的家一样。所以我很习惯真的到他们的家去或是老人的家。常常后来写信给我的爸爸妈妈说，我没有觉得跟我们意大利不一样，因为意大利的乡下也剩下老人，所以回到台湾的在乡下也剩下老人，而因为年轻的都到别的地方去工作。后来慢慢社会变了，变成一个工业的社会，那年轻人是要到外面去工作，那爸爸妈妈在家里，他们年轻人也不放心，爸爸妈妈在家里没有人照顾我，如果万一发生事情怎么办？所以又开始成立一些安老院。那我记得第一个是在巴黎乡天主教安老院，因为那是修女办的，就是免费接受这些老人，所以有一些老人可以到那边去。那在别的地方，像宜兰罗东，先开一个日间托育，让这些年轻人白天去工作，先送爸爸妈妈到这个日间的安老院，后来回来就是把他接到自己的家里，让这个老人不是被赶出去。那后来社会越来越进步那些年轻人有时候要值班，晚上也没有办法接他的爸爸回来，所以开始这个长期照顾中心或是老人院，是24个小时，这些老人住在这个安老院里面。那我也知道这些老人本来在宜兰罗东有很多私立的安老院，他们都不习惯去天主教的安老院，所以我们在圣家明朝圣地旁边有一个圣家明的朝圣地，那很多人还有排队，因为他们知道那里有天主教的精神，有神父，有教友，有关系，有服传师，但去讲道理给他们听，给他们心理上的很大的鼓励。所以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特别在宜兰的这个环境，我知道这个圣家明长期照顾中心也是很多人习惯去为这些老人有弥撒，所以常常有教友来，也不是教友也来，所以常常跟他们说，那我跟你们一样，老就是我头痛，就是我脚痛，就是我全身痛等等，就是我看到你们的旁边的人走了，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天上去。所以说面对死亡不要害怕，因为死亡不是一切的结束。简单的交通方几个说，死亡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所以无论是教友或者不是教友，你们走了以后，不是全部都完蛋，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不会再有悲伤，不会再有死亡，不会再有痛苦，而是有喜乐，因为跟天主在一起。也很多人接受，所以不断的有人临时，老人常常有人临时愿意接受天主，所以这个是对我们最大的安慰。后来第二个理由，因为我是属于老人，已经
85岁，所以也是跟着到跟老人在一起，好像一个家庭一样。所以前人的教宗梵七各在2021年7月份建立了一个祖父母和长者的节日，是每年7月最后一个主日来庆祝，为了让大家知道那些老人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社会里面也是很重要的。所以那个时候我知道教宗每一次讲道理，对那些孙子说，你们不要忘记你们的祖父母啊，要常常去拥抱他们，要常常跟他们在一起，让他们觉得精神上有一个很大的鼓励。所以我们规定说，家里的人送到爸爸妈妈到这边住，不要最少2个礼拜或是1个礼拜，一定要来看一次，要跟爸爸妈妈在一起聊一聊，让他感觉到还是属于家里的人，没有被隔离，家里的人孙子小孩子经常来看看他，所以他心理上得到很大的安慰。是在这个台湾现在是一个老人的社会，不但是平常在我们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学会里面也是一样，没有很多年轻人跟着我们来做神父，所以也是感觉到那个年纪很大。特别我因为以前后来有一段时间身体不舒服，后来好的时候听到人说啊，你老了，你要退休交给年轻人，马上心里觉得很不舒服，说因为觉得还会做事情，什么时候老？后来慢慢想说，对，他也是对，有一些年轻人来接我们的工作也很好，对到旁边不能全部都在外面，还是继续帮忙。所以对于这些老人也常常说啊，你们到家里说来看看你们，来跟你们聊一聊啊，你们可以还是参与家里的生活，不是完全隔离，因为你们的特别在我们的那个环境，那个小孩子孙子，特别星期六星期天一定会来看看他的爸爸妈妈，他的阿公，让阿公就是爸爸妈妈觉得还很家里保持一个联络，所以不能跟以前一样做很多事情，跟我一样。所以我的秘书也知道，以前年轻的时候做了很多事情，实在自己也感觉到没有很大的力量，不过还是会接受，就是常常人家说你的时代过去，因为以前也当了会长啊，当了院长，后来现在什么都不当，后来人家说你的时代过去啊，所以可是的时候听了很不舒服。不过后来慢慢知道，对，我的时代过去啊，对到旁边让年轻人做，我也可以帮助年轻人做一些事情，还是有一点利用我的以前的经验，帮助这些年轻人做事情。我给我们年轻的神父或是老人、年轻的小孩子来说，要常常记得有一个感恩的心，因为现在你没有这个成就，是因为前面的人啊，所以现在前面的人老的可能没有很多的能力做事情，不过直到那个时候培养你们慢慢长大，所以应该常常怀着这个感恩的心，感谢你们的父母、你们的祖父母啊，对以前对你们所做的事情，所以常常表示一个好的关系，表示一个感恩的心，让这些老的人也能够心里觉得很舒服、很平安。就是在我们现在准备这个7月5号过这个新年的这个活动，让很多人能够体验
这些老人的需要，这些小孩子的需要，所以刚好在圣家明朝圣地旁边，就是有这2个机构，一个圣家明长期照顾中心，收容120位老人，24个小时，还有17位日间日照关心他们，还有在我们隔壁的圣家明启智中心有130位小孩子，从小的2岁到30多岁，也是在那里每天都去，也会从他们的表情会看到他们很快乐。因为什么？他们说到爱，因为有爱，什么阻碍都没有，都是感觉到生命很有意义，又有爱，而且每天都有爱，每次说到爱，所以这个就是爱，爱是最好的一个药。所以德雷莎，印度德雷莎修女说，爱治疗所有的疾病，所有的疾病一定要爱，要关心，要照顾。所以这个也是我身为灵医会的神父，也尽量往这个方向走。虽然85岁我要退休，我们不要退休，还是很照顾、很关心这些小孩子、这些老人，把他们当作我们家里的人一样。祝福大家平安喜乐，谢谢。